好，教育部点名大陆有3所大学呢，因为是属于统战部，所以教部长说呢，禁止交流，而且他们的学历呢不会再采认。但是呢，以前也不少人去念啊，所以2000多个到现在为止那他们会想办法来补救。所以以前还是算，以后不行了，不能再去念了，因为他说以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事实上你怎么知道那个学校什么属于部，一般人也不会那么清楚嘛那他的网站，他自己官网有说他直属中央统战部来管理了直属中央统战部管理。好，所以呢你自己都承认了那赖清德呢今天在大学校长会议说，跟大陆交流要有风险意识，要保护国家的核心关键技术不能够随便呢这个给大陆那中央院的院士陈培哲说了他说把统战就当成不采认学历的标准，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国际没有。你可以用学术的标准，他学术不及格人，没有说因为他是统战属于什么部那所以呢，这个学者也担心呢，对两岸协商啦恢复陆生来台可能都不利了朱立伦说呢，你民进党先搞烂观光，现在又打击学术交流封杀人家3个学校那傅昆萁说呢，民进党是井底之蛙所以封杀人家傅昆萁觉得很悲哀。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大概整理出来呢，说曾经读过暨南大学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傅昆萁念过在他的法学博士班，万美玲呢在他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班，那林宗翰是台东县议会的副议长，是经济研究所。那这个郑世维说是这个新北市议员前那台北渔产公司董事长是东南亚研究所反正就是说呢，这些人都被找出来说曾经念过，不过那个时候可能不是那个时候可能不属于统战部，后来才属于统战部，或者那时候不知道。我们看一下。只要是归统战部的，我想我们都全力来支持。应该是说这3所，我们目前从今天开始，我想在未来我们都不会承认那在这个过渡期间因为我想我们法令还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可能有一些家长、小孩、年轻人他们并不知道，所以去读了这个部分，我们再来看有一个什么样一个救济的这一个程序。然后是我之前在清大教书所以呢，我认为说，其实两岸的大学学术的交流是非常重要。可是赖清德昨天呢，在大学校长会议上面说的那番话，好像就是希望就未来要不要再促进两岸的高教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其实呢，两岸的学子多交流，然后多认识、互相理解，这是有助于能够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然后也能够就是让未来的两岸的这个发展呢，能够这个共荣发展，但是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以我们刚刚才讲到，就是台大的那个学生会社科院的会长因为接待马办当时去年来接待的这个学生，大陆学生来台湾参访，然后就这个被罢免。那么从这个事情里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台湾的这个真的不少的大学生，基本上还是很封闭的这种心态去看待两岸的交流。那当然就是我认为现在的教育部还有政府，其实都应该要负担起最大的这个责任既然说口口声声说我们应该对大陆要开放我们这个释出善意，那么为什么在两岸的交流的上面呢，却处处的阻拦？那么刚刚讲到就是大陆的这个学校大陆的高校，据我所了解，其实呢他们会因为有不同的经费来源，所以会由不同的部会来主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它可能是隶属于教育部；那么邮电大学可能是隶属于他们的交通部等等，所以它的经费来源会有不同。那么就广州暨南大学呢，它可能它的经费来源是来自于统战部可是呢不能因为说它的经费来源从哪部会来，所以就可以认定说那这个大学它本身的各方面的这个学术或者它的这个教育呢，它全部都在搞统战，然后在打认知作战。我觉得教育部今天非常糟糕因为呢在过去其实教育部呢一直都有针对大陆的哪些高校会
可以同意他，我们同意他的那个学历认证，这个都是有非常清楚的列表。那么为什么过去都认为他们的学校是没有问题？至少在蔡英文时代就认为这些学校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你今天赖清德才刚刚上任不到1年，然后就点名这些学校，暨南大学这也是很好的学校，那么就说他们就有什么又会有认知作战，就会有这些问题，实在是荒谬至极。那我要再讲的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大陆的学生来台湾的人数啊，因为民进党政府种种的这个对于陆生基本上并不是友善，又特别在疫情的时代，其实处处刁难陆生，所以现在人家陆生也不来了。那我们的学生是不是这个这几年来有比较多的去大陆求学坦白说，在马英九时代那个时候，确实是台湾的高中学生到大陆去求学的人数是多的，我记得当时大概都还有7、8千人吧，就是非常多，很踊跃的要去大陆去申请学校，因为也知道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们是非常好的大学，包含上海复旦啊、交通大学等等，这在世界排名都已经远超过台湾大学了，所以这个见贤思齐嘛，而且这大家都有一股想要求好更上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不少的高中学生，尤其台湾优秀的高中学生到大陆去申请好的大学的比例是高的。但是从反送中还有疫情之后，其实去大陆交流的学生、去大陆求学的学生，的确人数有下降。那么这些年大概就差不多维持2000位左右啊。可是我总认为说，今天教育部赖清德政府，你要去禁止，或者说未来会列出更多不被认可的大陆的学历，这个基本上反而是对于自己的学生会带来很大的不利益，因为全世界都承认大陆的学历，只有你台湾不承认大陆的学历。最后的情况是，大家还是考虑到未来的工作市场、生活环境等等，大家还是会不会因为你的限制而阻挡我们的学生那么去大陆去求学。那反过来就是为了未来这些学生，可能他拿到学历之后，他就没有意愿再回来台湾服务了，因为你回来台湾服务，处处都受到很多的阻挡这个也不承认，那个也不承认，所以这个是会产生一个反效果那么我认为说，民进党政府真的要好好思考这件事情。郭成，我觉得如果政治把观光跟学术把它混在一起，那这个是非常危险。所以我看到我们教育部郑部长去宣布这3所学校，我说实在的，太草率。你要有根据，你要有事实，你要有证据。今天你要取消一个，你用行政作为就把它取消掉吗？到底国安单位有没有给你什么情资？就你因为台大罢免，你们外面大罢免，然后校园小罢免你就一下子就把它作为抗中保台的这些政策，这个是万万不可。所以时常在讲民进党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做的就是抗中保台我常讲他们现在在做的根本就是抗中害台。所以任何一个政策通通都是在害台湾。第一个，你观光做不好，那两岸关系会有所影响，又要来加一个学术去把它做阻碍，你可想而知，未来两岸关系只会更恶劣、更冰点，不会有所突破。那我们大家可以看校园这些罢免，说实在的，通常罢免都是这样，跟大罢免一样，就是没有支持你的，他才会投给你，他才会去罢免你。真正支持你的，他是看你4年不到，这个4年到，我认为你做得不好，我不投给你。所以通常现在就是台湾大罢免的乱象，也就是什么，不支持你的罢你，很热心，很用力，但是支持你的人就看不过去。所以我是觉得这样了民进党特别我要呼吁，我们在野党一定要团结，要团结什么？要抵制民进党。民进党你在野的时候，你不是叫国民党要这个
党政军要退出媒体吗？现在媒体谁握得最紧？台湾人民自有公断。另外，你不是这叫这个教官要退出校园吗？现在到底谁握有这些行政资源去干涉？那难怪台大这个校委会的会长，拜托好不好？这个是1年选1次，今天他去访问我们台大，请问他做错什么事？就跟大罢免完全一模一样，无厘头没理由，就是仇恨罢免。所以我真的啦，我还是要呼吁民进党，真的你在执政，不要害死台湾人民，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向龙，两段，一个是刚针对呢台大社科院的学生会的会长被罢免。其实所有关于类似这种的情况，我最担心的论述呢，就是高嘉瑜的那种论述方式，尊重校园里面的民主，那种是当某一个政治事件出现了符合自己期待结果的时候，最敷衍式的讲法。台大从罢免管中闵，请问民进党尊重台大吗？看情况而已。不过就是个社科院的一个小在呢辛亥路边的社科院的一个会长，不过就是因为陆生呢马龙团来稍微风光了一点点，不过就是因为一个叫做宋思瑶的陆生团里面的小女生把 Chinese Taipei 呢，她说中国台北队。我们在当时讨论过，请问 Chinese Taipei 在我们的法律里面有标准的中文用语吗？有吗？没有嘛？你要叫中华台北，我要叫中国台北，我就喜欢叫中国台北，怎么样 ？Chinese 翻作中国错了吗？但是呢，就因为这些的理由，在校园里面呢，不断的呢掀起风浪。老实说，今天就算没有这件事情，过去呢，哪怕是一些呢大陆的团体进到台大里面的表演，照样这边冲啊，在过去呢都发生过的。所以它不是某一个事件。如果说这叫校园民主，请问你，当你今天看到美国为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美国的哈佛大学，为了美国的名校声援了巴勒斯坦的时候，你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整那些大学的，校长全换了，没有一个活得下去的。我们如果再用很乡愿的方式说我尊重校园民主，那校园根本就不存在呢任何独立自由思想的地方。明明知道那些的学生呢，只不过是被过度政治化之后，包装了某种的政治正确，在校园里面搞政治。校园里面搞政治本来就是许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把它当作呢侧身庙堂之上的终南捷径。许多的在校园里面搞政治的之后呢，出来搞政治顺风顺水的，因为我在学校就被认识了。那种呢是很标准的，就是把政治、校园政治跟校外的政治呢做某种的连结。济南大学更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台湾以在大陆的知名大学名义在台湾复校的没有几个，清大、交大、中山、济南，基本上面就这几个而已。你认为济南是一个偶然的大学吗？济南大学当初创校的时候，它比中华民国历史都还早呢。它在清光绪就已经创校了。谁创的学校？是当时的许多的海外华侨。海外华侨觉得在中国应该有一个侨校，济南呢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华侨大学，那是济南的背景。济南其实在抗战的时候呢都没有被消灭。今天你用政治正确说，因为它属于统战部，所以呢所有的都不认可。济南的大学排名比台湾绝大部分大学好太多了，在世界的各大学排名里面，它是大陆标准的211高校之一啊。你知不知道济南大学在日本有分校？它是大陆大学第一所在海外有分校，日本的文部省都认可它的学历啊。济南大学同一所，台湾呢竟然说因为它属于统战部呢，所以我不认它，搞什么东西？你把所有的政治正确无孔不入的，用各种简单的政治符号呢，就把它当作是你在政治当中的区分敌我的方式，把它呢因为统战部就把济南大学从人名单上面取消，你很爽吗？济南大学的学生的水准比你今天呢在台湾许多大学生的水准恐怕要高很多啊。我是说，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道理在哪里？逻辑在哪里？标准的一致性在哪里？
我反对呢，刚刚林国成的说法，觉得我们要抵制民进党。不，民进党如果不消灭台湾的，一定是下一个乌克兰。要挡住台湾成为乌克兰的方式，如果没有人挡得住民进党，就没有人挡得住呢台湾成为乌克兰。好不好？我刚查了一下资料，澳门的医生75%都念过暨南大学。是啊，因为他是华侨，他就是很多海外的华人去念的，很不错的。所以台湾不会用暨南大学在南投这个设学校嘛，哈。那你说他因为属统战部，主要问题看他属统战部又怎样呢？他有没有叫这些学生去搞统战嘛？这比较重要。他教学生什么？你要有证据啊！你先了解他那边的制度嘛，然后再来做决定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陈于金啊，市议员啊，台北市议员啊，被起诉、被搜索了哈。然后刚刚呢，已经确定要被收押了啊。那他会不会抗告再说吧？反正高院已经发回地院，地院就不到1个钟头就把他给收押了哈。那现在就是林岱樺呢也被搜索，那他发声明。说他8个任期呢都遵守法令他会配合调查说呢一切都会水落石出，还他清白那另外林岱樺呢早上被带回调查局的南基站那他高举了一个标语，说呢政治干预司法，司法干预初选，还蛮有押韵的。这是政治干预然后司法来搜索他，但是司法为什么要来搜索他？因为要干预高雄市长的初选。因为林岱樺他的这个民调是第1名的初选的民调第1名都呼声最高，所以呢他就引用了叫做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明朝的于谦，叫做石灰吟把它查出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所以林岱樺的引用其中的2句那另外呢，这个今天记者就问赖清德了说这个，哎呀，这个你来这个林岱樺说你司法干预初选那赖清德呢不回应假装没听到，不理你那另外呢，这个林岱樺的国会办公室被搜索，民进党说要尊重司法了，勿忘勿重了那另外呢，还说他曾经呢透过寺庙向工业区的厂商来索贿。然后呢，林岱樺否认说，我哪有透过这个寺庙向工业区要钱？没有那另外呢，这个通法师的住持也被带到南基站，所以看起来不是只有立法院连这个立法院外都被牵涉到那另外呢，刚刚讲陈玉君当时地院不是100万给他交保吗？台北市议员，然后呢，这个高院呢说有勾串之余，把它撤销。重新过再审那结果呢不到1个小时这个当时他还说请大家相信我但是呢立刻刚刚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个又被收押了被收押了。那所以呢陈于君、林岱樺连续2个是不是民进党在这个清除当权派的异己，也被认为是政治追杀的工具？是民众党讲的，我们看一下。司法干预初选，委员可以，满腹的委屈大声喊出，林岱樺拿着一张手写纸，而2名调查人员张开双臂，不断阻挡他的人以及手上的那张纸，试图阻止林岱樺发言，但挡不住林岱樺的怒吼，高分贝喊司法干预初选，僵持35秒后才转身进入南基组进行询问。只见检调人员不断进出出，一早7点多开始搜索，办公室内的电脑被打开，调查人员疑似正在拷贝截取相关的资料，陆续又加派了车辆和人手，从后车厢拿了2包黑色袋子入内。长官也要收集什么证据吗？搜索持续进行4个小时以上，同样位于大寮的服务处，原本大门敞开，搜索当下直接拉下铁门，一样看到不少检调人员进出出。有搜索到什么吗？
疑似服务处的主管被带回进一步约谈。民进党立委林岱樺疑似涉入助理费案件，检调南北同步展开搜索，包括了立法院、服务处办公室以及林岱樺的住处，在党内角逐争取下届高雄市长资格。林岱樺遭到调查，时机敏感。尊重司法了哈对于具体的这个个案，我们也希望说检方勿枉勿纵尽速厘清真相。林岱樺服务处也发表声明，任期8届的立委各守法规，相关的费用居合法合规。现阶段尊重司法，配合检调，静待水落石出时，还林岱樺委员一个清白。嘉宇，最近说这一连串的事件都牵涉到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是不是政治斗争？要排除异己？这个时机非常的敏感，所以当然外界会有这样子见缝插针的解读啦。但是我觉得对赖清德总统来讲，其实他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好，就是这个勿枉勿纵嘛，无论蓝绿，就是该办就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大家也看到很多民进党内的政治人物不分派系，或者是大家所说的当然很多人就会有说影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司法检调当然在办案的过程中，总是大家都会有政治性的解读。你办柯文哲，你办任何人，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联想。可是无论如何，检调最后还是要办个水落石出嘛，有多少证据，对不对，才能够去做这样子的指控等等。那我觉得一切当然就是还是要等这个子弹飞一回，大家才能够知道到底林岱樺所涉及的到底是助理费，还是外界现在在影射的是跟公庙有关等等的这些政治现金等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初选当然还有一段时间，毕竟还要1年的时间，到2026年底才会有县市长选举。那就算初选最快也是2025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初。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现在这样子的动作，当然还有一点远，所以我觉得还有时间。如果说这一次检调这个办案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的话，或许林岱樺今天这样子的喊话，可能也激起不少同情票啊。因为毕竟林岱樺当初这个政坛孙燕姿这个名号非常的响亮，而且这个8连霸又是第一高票，民调第1，所以未来还是要等司法侦办有一定的进度才会知道结果。满轩。我是觉得啦，就是有些事情让子弹飞一段时间，可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相关的结果，尤其是清白与否。但是我觉得涉及政治这个事情，子弹飞再久啊，其实你也得不出一个答案来。比方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背后有没有所谓的民进党内的政治恶斗，有没有所谓的派系的问题？就是在台湾已经连续那么多年下来了，你都会看到那么多的一些市议员也好，立法委员也好，尤其是议员他涉及到很多的所谓的诈领这个助理费，那中间很可能有一些部分是便宜行事。那你说每一年呢都有10几个、几十个，那最近这几天突然之间呢出来的就都是民进党，就都是正国会。我刚好昨天跟都不是当权派啦。对对对，那昨天我刚好跟一群朋友吃饭那他们就是中间也有1、2个这个比较熟悉民进党的，甚至有这个民进党的朋友。那是他们自己内部说，他们就认为，所以我就说，今天就像是这林岱樺，他为什么呢？大家一直阻挡他，他一直要拿着那个纸条给大家看，他自己都认为，而且民进党的人也认为，这是民进党的派系斗争。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怎么子弹飞不飞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反映出来，至少我觉得对于赖清德来说，他必须要有所警觉的是，连民进党内部都觉得这段时间以来，我听到非常的生动的这个描述了他们就说呢，这个赖清德呢，还面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民意就先切一半一半的意思就是说，在野党一半民进党一半，他当中他只要一半，然后呢，民进党内再切一半，新潮流一半，非新潮流一半。所以呢，他很强烈的感觉到说呢，他这个有点像非我族类，其心必诛的感觉。他就是对于一些呢，这个非新潮流系的，尤其蔡英文留下来的这些人，他几乎是除恶务尽当然他认为是恶啦那包括当初像是苏贞昌留下的一些人也是一样。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很多动作呢，都因为随着不管是罢免也好，不管是明年的这个选举也好，或许大家觉得会有点太早，但是高雄已经斗到这个就是天昏地暗了。高雄跟台南，因为这2个地方最明显的就属于那种民进党内只要初选赢，它几乎就是躺着可以当选的地方那所以他们内部就是争，也因此龙争虎霸，人一大堆。你看高雄多少人出来选？5个人，在5个人在许明村挂掉之前是6个人，所以呢大家都要抢。那这个林岱樺是里面民调最高的。他几率最高的，所以呢，甚至其他的4个人目前说要整合起来
对林黛花一个人，还未必还可以先干掉一个再说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的状况看起来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他已经反映出来，其实他只是一叶知秋也好，还是冰山一角也好，就是说事实上民进党内针对这段时间以来那么多的赖清德的作为，不管是对党外的、对党内的，拿着司法当工具的，从那个时候高虹安也好、柯文哲也好，后来的吴正成也好，其实大家都开始觉得说。他们还讲了一点，就是说过去其实小英在进行党内初选的时候，他对待赖清德的手段，坦白讲啦，也是追杀到底，也是很狠的啊。但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至少蔡英文没有拿司法当工具，所以他们言下之意认为赖清德现在就是拿司法当工具去对党外跟对党内这个跟自己不是同一挂的人开刀。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不晓得大家的这个分析讨论是真是假，这种东西很难有证据啊。但是我觉得赖清德到目前为止，他确实在主政的过程当中，他的人和问题，他背后到底是谁帮他出主意？他很多事情一意孤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大家对于他治国也好、治党也好，非常大的疑虑。主要因为这个助理费的问题其实牵涉的人蛮多的，要办或是不办啦。那只是说为什么最近办的都是民进党里面的非当权派，都当权派不喜欢的，到底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林黛花被搜索哈，那民众党团说呢，助理费是当权者政治追杀的工具。好，来，国成。我觉得确实啦哈，在立法院好像也有委员在提这个到底合法性。那原因从哪边来呢？从严宽恒也好，高虹安也好。那当然看起来高虹安他是加班费的问题，所以确实是有委员在认为这个制度是要把它讲清楚。尤其高虹安的案子，高院自己申请释宪。结果很快就会被驳回很快就会被驳回。事实上，高院的法官合议庭认为，这个助理费也好，加班费也好，确实他的认定是行政机关跟司法机关在认定是宽松的，所以有没有必要去修？我认为是有必要，所以我们台湾民众党才会认为说，那不如就大家坐下来谈，到底什么是诈领，什么不是诈领？那要把它书面化、法律化。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但我觉得这样了哈。林黛花这件案子，因为我刚好责任区也在高雄，凭良心在立法院来看，我跟那个委员我们都在林黛花，他是自己的意见，站在老百姓的意见。有时候民进党无理的法案，他有时候也会不棘手，他就选择上厕所。这代表什么？就代表他自己主见是蛮强的，蛮强。但是他会不会诈领这个助理费？那我再看，勿枉勿纵嘛，有证据你就办。那看起来似乎他自己会讲这些政治不要干预那个司法不要去干预他们的初选，他是有感而发。就像我们柯文哲的案子完全一模一样，有多少证据你就办，但是不要有政治力的介入。政治办案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用司法来打压你，来打压政客，来打压这件事。至于林黛花会不会说内斗，我可以100%的认知，绝对是内斗。因为什么？几次民调下来都是林黛花最高。那当然啦，因为悬殊算蛮大的，但是我必须要提醒林黛花，他犯了一个赖皇帝的一个大忌，因为我敢保证赖皇帝是不喜欢他的，所以他现在在跑了，不管是邱意莹也好啦，这个许智杰也好，他们跑得很勤，但是真正赖皇帝，也就是赖清德，会不会喜欢那不晓得。可是我必须从高雄得知一个消息，潘孟安2个月以前
就把户籍迁到高雄市的前镇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赖清德最喜欢潘孟安出来选。对，所以以这种情况看起来，赖清德应该是希望潘孟安。至于潘孟安喜不喜欢选，不晓得。可是我认为，刀刀见骨，用私法去做，这是非常卑鄙的。一个民主国家不能这样，好，不能这样。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选一个市长有必要用司法去打压这些，包括政敌，包括其他党，包括你们自己的人，可想而知，民进党在执政啊，残酷无比，到这阵台湾人民看清楚。不，我有一点我是觉得有点奇怪了哈，就是说这个南基组把林岱樺带去问嘛。那他是说司法破坏具体的，家人员就因为他讲有什么关系呢？他也没罪，现在他并没有定验嘛，他现在是被你抓去问，那他有意见要发表，为什么不能发表呢？就是挡他干什么呢？我觉得很奇怪，不必了哈。那将来有罪就有罪嘛，有证据有证据嘛。那今天是5个检察官呢，5个检察出动多路搜索他啊，就是啊，而且如果说他们初选早点办的话，这个到最后搞不好那个出来的时候就已经选完了。对啊，那这个。今天高雄市这些人都想选高雄市长了，就像南轩刚讲的，初选赢的大概他们认为赢的胜面就大了。当然现在高雄谈的都不一定，不过呢，基本上他们以前认为这是他的地盘嘛，所以他的竞卵，他赢了初选就赢了，所以呢大选反而不重要，初选比较重要，谁出都比较重要。现在有林岱樺、邱意莹、赖瑞隆、许智杰、许明春啊。那另外呢，陈其迈啊是尊重司法，勿枉勿纵啊，讲一些这个场面上的话了哈。那另外呢，他的竞争对手现在都不讲话，不讲话，因为免得你讲话怎么讲啊，不知道怎么讲啊，所以现在都这个静观其变啊，讲多了可能被人就会，就是你陷害他的啊，谁都不讲啊。那国民党这边是说呢，这是派系斗争，逼他2026年提早出局啊。那联合报的短评是说呢，他诈领助手，是说他诈领助手费了哈，助理费了，背后是谁下重手？是谁？到底呢？因为他的民调领先嘛，是单纯司法案件还是政治斗争？所以外界非常瞩目。来，汪伟。就我个人看林岱樺的这件事情啊，坦白说，我认为可能是政治斗争的几率比司法。这个司法的这个案件的这个问题要来得高哦。那么事实上，就是林岱樺，其实以我这1年在立法院，我看他的个人的这个行为，其实是蛮温文儒雅的啦，就可以。确实，他可能也算是民进党里面的这孤鸟型的政治人物，但是他确实是勤跑地方啊，然后对人也挺客气的，所以在高雄地区的这里的民调，他目前是占据第一名，看起来他的声量是不错的。可是如果说他确实就像刚刚林委员讲的，不是属于赖清德的属意人选，那当然赖清德一定要先把他先做掉。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抹黑嘛。那有关于就是立法委员跟助理之间的这个雇佣关系的这个问题，其实这确实是一个蛮重要，而我认为未来应该要更清楚法制化的一个议题啊。在国外其他的地方其他国家的国会其实很清楚的，就是立委的就是雇主就是老板，那么由国会拨给立法委员的这个就是要聘助理的薪水，都是可以由立法委员自己来统筹分配的。可是台湾就是因为这方面的法制不清不楚，所以以至于呢，常常会有发生说是不是又有诈领的问题啊，或是有多报福报等等这些问题。可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法院实务判决里面呢，其实判决的意见见解也不一。所以常常就是刚开始好像雷声很大，可是到了后来判决的时候呢，可能最后也没有罪或也没有事情，但是呢，那个造成的政治伤害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常常会让一个政治人物可能他自此之后就失去了他的这个政治生命。那看起来这是林岱樺的问题也是如此哦。那赖清德就是想让林岱樺。就是他有更好的高雄市长属于人选至少在民进党的这部分，那么就首先就用司法来作为他的工具，先把林岱樺先打下去。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
总统出席大专院校校长会议，不过会议开始前，不少人想问总统这件事。那林代化被搜索跟高雄选举有关吗？林代化被搜索跟选举有关吗？听到喊话，总统是瞄了媒体一眼，便继续往前走。只是会这样问，都是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的林代化公开点名。司法干预初选，委员有什么话要对总统说？指控检方动作跟党内高雄市长初选脱不了关系，因为看看去年9月 TVBS 民调，林代化跟赖瑞隆是唯二跟柯志恩差距最小的。之后其他机构民调，林代化更是一路领先。而如今搜索消息一出，对党内竞争者是利多吗？代华是很优秀资深的立委哈，就是发生这个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震惊。现在不适合谈跟选举有相关的事。好，谢谢，好，谢谢，好。那国民党的柯志恩有没有可能是最大获益者？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到勿枉勿重哦。如果说林委员有任何的觉得委屈的地方，应该是让他自己出来说明。已经进入了司法的程序，这是属于民进党的家内事情，我们就不多做评论。状况未明前，对柯志恩来说，不乱点评视为上上策。续写再回来。